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14号。我今天的节目呢，在我的节目准备一半的时候，我就看到了白宫发出的通知，就说在今天下午华盛顿当地时间5点钟，在玫瑰园，川普总统将会就中国的问题发布他个人的一个重要的新闻发布会。那么这个新闻发布会，因为是华盛顿时间下午的5点，那么基本上我这个节目呢，在准备好的时候呢，就到达了华盛顿时间下午的5点，所以我本来认为我的这个节目呢，是完全赶不上川普总统发布的这个新闻发布会的内容。这个内容呢，我要到明天去评述。那么在我这个节目编辑制作已经完毕，准备上传的时候，这时候发布会已经开始了。发布会传来了川普总统给出的2个重大的对中国制裁的这个命令。第一个就是川普已经正式签署了香港自治法，因为香港自治法在两院通过以后，到川普总统这边签署有10个工作日，就是10天的有效期。这个有效期本来到明天到期，那么川普总统今天新闻发布会上面他已经宣布，他已经正式签署了这个香港自治法，也就是香港自治法从现在开始起已经生效了。马上国务院就会根据香港自治法里面要求的所有的决定，对中共的官员和中共的相关企业给予新的制裁措施。那么我相信这个措施很快就会出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川普总统还说他宣布了另外一个重大的行政命令，就是取消给香港的一切优惠贸易待遇。 Accountable for its oppressive actions against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Autonomy Act, which I signed this afternoon, passed unanimously through Congress. This law gives my administration powerful new tools to hold responsible the individuals and the entities involved in extinguishing Hong Kong's freedom. We've all watched what happened. Not a good situation. Their freedom's been taken away, their rights have been taken away, and with it goes Hong Kong, in my opinion, because it will no longer be able to compete with free markets. 那么有关川普总统在今天新闻发布会上面他做出的这些重大决定，以及美国即将出台的对中国制裁的各种措施，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在明天的节目里面会给大家做出一个评述。我只是插播这么一个头部，把这2个好消息先告诉大家。好，开始我们今天正式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我们首先看到英国已经正式宣布华为5G 呢在英国完全禁用。也就是英国宣布呢，它目前来讲把华为5G 呢跟英国的合作呢全面停止。英国正式宣布，所有英国的电信公司，他们跟华为之间如果过去还有合约的，那么这个合约是到2020年12月31号为止。在这个之前，你们的合约你们可以有效，但是在这个之后，任何再购买华为产品的就视为违反法律了。那么为什么宣布停止运用还要持续到今年12月31号呢？因为原来有合约，所以说呢，英国方面不会单方面就宣布合约无效，他们这个合约仍然给你保留到12月31号。那并不意味着在12月31号人家还会购买，只是在这个合约期间仍然有效。英国买不买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相信所有的电信公司都不会再买了，因为你买了这些产品以后，这些产品的后续服务到年底就不可以再进行了。那你买这些产品，你不是花了钱以后买了一堆报废的这个器件吗？所以我相信英国的各种电信公司都不会跟华为再有实际的采购。那么同时呢，英国呢已经明确，所有华为在英国已经安装的其他产品，因为华为跟英国呢合作了很多年，他们很多产品呢在英国呢早就根深蒂固，可以讲很多这个基础产品啊、基础配件啊，包括4G 或者4G 以下的很多产品呢，英国呢它的配套产品大部分都选用了华为，因此华为在英国的这个产品呢布局呢是非常广泛的。所以说这些产品呢，过去呢英国都已经买了单、花了钱的。那这些产品怎么办呢？英国是决定在7年之内，也就是根据这些产品的有效期，根据英国拆除这些产品、更换新产品的这个速度，英国呢预计在2027年之前，把华为所有的产品，包括以前在英国已经运用的各种产品，这些都是英国民众已经买了单、英国纳税人已经买了单的这些产品，这些产品呢，在2027年之前是完全下架。也就是简单一点讲，到2027年以后，华为不可能在英国还有任何一样产品在英国还可以继续发展、继续生存。The government agrees with the National Cybersecurity Centre's advice. The best way to secure our networks
is for operators to stop using new affected Huawei equipment to build the UK's future 5G networks. So to be clear, from the end of this year, telecoms operators must not buy any 5G equipment from Huawei. And once the Telecom Security Bill is passed, it will be illegal for them to do so. I have previously set out our plans to safely manage the presence of high-risk vendors in our 5G network. And of course, our ambition righ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was that no one should need to use a high-risk vendor for 5G at all. 那么英国做出这样的决定，毫无疑问来讲是英国经过长期的考虑，可以讲叫痛定思痛。因为英国一直呢是跟华为呢有着非常非常密切的合作。在这个之前呢，英国是华为在整个欧洲呢布局呢最重要的一个国家，也是呢可以讲华为成效最大的一个国家。所以说，英国要跟华为完全切断呢，比美国要难得多。因为华为在美国没有那么大的布局，在英国可以讲基本上是全面辐射了。所以说呢，当华为对国家安全有危害，当美国一再告诫他的这个英国盟友要停止跟华为的合作的时候，英国是比较难办的。因为英国他一直认为他跟华为合作的很好，他认为华为并不像美国讲的那么严重。但是当美国极力的要排斥华为的时候，而且美国的态度非常坚决的时候，英国呢他就在考虑是跟美国合作还是跟中共华为合作。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多次英国有过反复，英国多次呢就想呢弃用过华为。但是呢，华为和中共总是给英国呢施加更大的利益，同时也施加更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实际上是摇摆不定的。约翰逊首相在一开始他是支持华为的，知道什么？知道他今年被中共病毒把他完全击倒，从鬼门关上走了一遭以后，他活得回来了以后，这时候呢，他醒了一半，但是脑子没有完全好。那时候呢，他还准备跟华为合作，至少他跟华为是藕断丝连，就说今后可以考虑不再引进华为，但是原来的华为把它继续应用。而原来的华为你继续应用，华为是电子产品啊，是网络时代产品啊，网络科技产品啊，而网络科技产品都有一个更新换代的问题啊，因此你把原来的继续应用，就意味着跟华为持续不断的合作。那么 5G 替代4G 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跟华为呢就是今后不购买，原来的仍然用呢，仍然是藕断丝连的方式。所以说，英国并没有做到跟华为呢完全的不合作，它仍然呢是跟华为有一部分合作。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可以讲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多次到访欧洲，多次到访英国，跟英国无论是他的首相约翰逊，还是他的外相拉布，蓬佩奥跟他们都有过多次的交涉，也多次循循善诱，告诉英国，作为盟友，作为美英传统的盟友，这么多年来大家是一个战线，同时也告诉英国，如果是华为5G 的产品在英国布局以后，对英国的这个国家安全有极大的伤害，同时对美国在整个欧洲布防的北约部队也会有极大的安全危害。所以说，蓬佩奥是多次跟英国的这个高层多次沟通，多次劝说，可以讲游说了多个英国高层部门和英国的议员。那么在约翰逊和拉布呢都犹犹豫豫的情况下，这一次呢，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最近又访问了欧洲，尤其是访问了英国。那么作为这次奥布莱恩他跟英国交谈以后，就促使英国完全下决心了。也就是说，整个英国他在整个这次下决心之前，他是受到蓬佩奥和奥布莱恩对他们的游说。最重要什么？是最重要，川普总统有一次跟约翰逊翻脸。因为川普总统有一次跟约翰逊通话的时候，都挂掉了约翰逊的电话嘛。因为川普很生气，川普就跟约翰逊讲：“你如果说是英国执意的要上华为5G，那么我美国在你英国布防的所有北约先进的部队、先进的武器，我会撤掉。”这个川普讲这个话已经非常非常的严重了。美军如果从英国撤出他最重要的这个部队，撤出最重要的武器配备，那么也就是说，英国的这个军事布防，它马上就有一个很大的缺口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约翰逊他不得不考虑川普讲的这个分量，也就是说，真的美国军队撤出以后，英国拿什么来填补？而且北约的整个盟军，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布局，这种布局它就会有很多方面，因为一个地方的释放就会连带另外一个地方的释放。所以说，英国不能不考虑美国跟他的盟友关系，同时也考虑他们之间铁的这种军事同盟关系。因此，英国在反复考虑之后，终于宣布跟华为完全割断。所以说，在今天我们就看到了英国正式的公开宣布，也就是跟华为完全的切割，从今年年底之后不会再发生任何买卖，到2027年会撤除在英国所有的跟华为有关的任何设备。
因此英国这个宣布以后，得到了美国对他的非常的肯定，也得到了美国和英国之间两国之间盟友关系的加强。而这个宣布以后呢，毫无疑问来讲，中共可以讲叫沉重的打击，因为中共认为他华为5G再怎么样，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家失手都不会在英国失手，因为英国他们布局布得太深了，他们对英国渗透的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他们在英国已经配备了大量的4G 产品，华为可以讲在英国是深入千家万户的。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把华为从英国连根拔起，中共可以讲是重大的挫败。但是呢，中共呢就是这样，中共每次他被人家打这个鼻青脸肿呢，他回来以后呢，要告诉你他兴高采烈。你看胡锡进他就宣布，中共这次又赢了，也就是明明给人家打得鼻青脸肿，但是胡锡进告诉你又赢了。胡锡进就说，英国如果你不用我们中国的华为5G啊，你用了欧洲、用了美国、用了其他厂家的这个5G啊，你实际上只能算4.5G。所以说，世界上的人类啊，你一定要分为2种人，一种是有正常思维的地球人，还有一种人就叫中共人，就是像胡锡进这种恬不知耻、以臭为美的人。这就是中共，他在遭受了沉重打击以后，然后呢，他还兴高采烈向小粉红宣布我们又赢了，这是中共一贯的逻辑。可以讲，华为被英国从英国本土彻底踢出，这标志着整个华为在欧洲、在英国的彻底失败。那么随着英国这么样去做，美国对华为的打击更会乘胜追击。到了最终英美联手以后，华为最终被赶出自由世界，只能回到中国，帮助共产党在中国国内去残害百姓。华为只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讲，美国打击中共，它是全方位布局的。整个英国它退出华为5G，是美国长期游说英国，然后保护住英国和美国美英之间这种战略同盟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成果。同时，美国就在昨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了一个严正的声明，这个声明就是针对中国南中国海，美国发表了对中国南中国海的这个立场。也就是这个声明里面就说，中共宣称拥有南中国海大部分地区海上资源，以及为控制这些资源而展开的各种霸凌行动完全是非法的。所以美国首先认定中共在南中国海自己宣称的那个所谓9段线，以及在9段线之内建造的各种人工岛都是非法的。美国是不会允许中共的霸权在南海得逞，而且中共在南海的这个霸权一再这个霸凌呢，对东南亚国家的这个侵入，美国是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因为美国很清楚，中共一旦在南海霸凌行为得以实现，那么它就会在整个太平洋地区乃至全球地区都会这样去推广。美国军队已经做好准备，把中共的军事挑衅呢，要把它消灭在南海。这是美国国务院他表达的这个声明，也就是川普政府对中共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而这次南海是美国明确的表达，在南海美国要坚持它的军事立场。这种军事立场，也就是说，如果是针对中国一系列的这种行为，美国完全可以采取军事行动。我们可以理解，整个蓬佩奥这个声明，实际上就是美国为对中国采取一系列的军事接触打下了一个伏笔。也就是下一次中国军舰再敢挑衅的话，美国海军可以直接开火的。那么东南亚国家一旦跟中国发起各种领土争端、各种南海争端的话，美国也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他们这一边。这是美国的一个战略，这个战略就是什么？就由外打内，也就是美国首先保护南海地区，保护南海地区的这个领海通畅，保护南海地区东南亚国家他们的这个权利，而且是遏制中共自称的这个9段线，中共自称的他在9段线之内他所建造的各种人工岛屿，也就是美军不允许这么去做。我记得我在中学时候，那时候学地理时候，中共就宣称中国的领土的最南端是在真母暗沙，而美国这个声明里面完全否决了这个真母暗沙是中国领土的这么一说，因为美国明确就说，根据国际海洋法，任何在海面以下的岛屿，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对海面以下的那个岛屿宣称是自己领土的。而真母暗沙它恰好就是在海面以下的这么一个岛屿，中共把一个海面以下的岛屿就把它宣称到这个岛屿为止的所有的海岸线都属于中国最南部的这个领土和领海，这完全就是公然挑战国际法。而国际海洋法在1982年中国是签署单位之一，在整个跟菲律宾南海领土争端的时候，是包括中国作为成员国在内的1982年，大家都在这个成员国之内的这个法庭，这个国际海洋法庭对中共做出的正式宣判。这个宣判就明确规定9段线，中共自认的这个9段线，国际社会是不予承认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已经明确就表达了他对南海的立场。美国表达南海的立场立即是得到日本的支持，而且美国的这个立场的宣布，
也就是对中共做出了任何军事打击的可能。当中共不断地在南海演习，不断地在南海他自己霸占的9段线之内，中共不断地用他的海军去挑衅的时候，美军开火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中美一旦在南海交火，就完全有可能有可能增加两国的军事摩擦，而军事摩擦最终就有可能导致两国之间走入战争的边缘。那么包括台海，美国因为在南海布局重兵，毫无疑问来讲，在台海他们会加强台海的保卫级别，上升整个台海美军在那边布防的这个军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你拿什么去消灭人家台湾，去打掉人家台军啊？你看看人家台湾，人家的军事演习，人家所使用的美国的这种战略最新的武器，人家那些都是吃素的。你赵立坚就是嘴狠，你真打试试看啊？你认为台军真的是没有你共军的这种作战能力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看到美国对中国所有的制裁，为什么在香港国安法之后，美国的宣布的制裁的措施在一步步的延后，而首先宣布先对南海美国对军事打击和美国对中共所宣称的南海9段线完全不承认，而美国已经警告中共，在南中国海，美国随时做好了军事准备。美国实际上就是先把这个南海把军事布局先把你到位，然后对香港国安法，美国会出台一系列的针对香港国安法的对中共的制裁的各种措施。而且美国最近不但是提升了台海的保卫级别，对台湾也给予了新的这个军售。美国国务院批准了一项总价值6.2亿美元对台的军售案，它是为台湾已有的爱国者3的防空导弹对它一个更新换代。那么这次军售呢，主要的承包商是美国最重要的这个军火商，叫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这个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军火武器生产商，也是全球最先进武器的制造商。它能够生产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机、火箭、导弹、雷达、航空航天产品，可以讲美国最先进的所有的军事产品都是这家公司生产的。那么在美国宣布对台湾军售以后，中国外交部呢，赵立坚呢，他就马上表示他要去处罚美国的军售公司，也就是中国准备要对美国制裁美国的这家军售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这个之前，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给台湾都已经卖了6回武器给台湾了。每一次中国的喊的制裁，从来没看到制裁的内容在哪里。说句真话，赵立坚就是战狼过把嘴瘾，把这个戏演给小粉红，演给五毛看看，往哪个地方去制裁啊？中共对美国的这些制裁可以讲叫既无心也无力，他们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制裁。你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怎么制裁呢？中共从美国买了大量的美军的各种装备，美军的各种设备都是人家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如果你制裁是不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任何人员不发签证呢？那不发签证正好，你所有的设备你就别用了，你所有的这些战略武器，这些买来的这些导弹，人家就不供给你配件了，人家也不给你人工维修了，人家也不会对任何图纸更新告诉你了，也就变成了你拿在手上，实际上你花了那么多钱，那么多亿买的这些军火就是一堆废铁，不就这么简单吗？你怎么去制裁人家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啊？你除制裁将来不买，你能买得到吗？人家美国还会再卖给你吗？人家再先进的武器还会再卖给你吗？所以就这么简单。中共这个制裁呢，就是可笑。前2天制裁了人家美国4个议员，人家4个议员有哪一个人需要你北京的签证？人家是有老婆孩子在你中国读书，把钱放在你中国做人民币，还是说人家在你中国包的2奶小三，还是说人家有大把的亲戚在你中国买的豪宅、买的房产？人家一样没有，你拿什么制裁啊？你请人家到你中国来，人家都不会来，你不过是不给人家发一个签证而已哇！哪一个美国议员稀罕你中国的签证呢？所以说呢，中共这种制裁呢，只能给小粉红、给五毛看看，然后过过嘴瘾，激发一下他们的爱国热情。就像胡锡进一样的，胡锡进就说了嘛，全世界你们不是用华为的武器，你们用的那个就等于4点5 G，你们没有我们强，你就每天意淫吧，你就在你自己每天的那个意淫中，然后每天强大的做你的中国梦吧。随着英国的表态，英国完全禁止华为5G，意大利呢也跟风，意大利也表示他们决定停用华为5G。那么欧盟呢？欧盟可以讲叫装模作样的，他们在香港这个国安法出台以后呢，对香港呢，他们表达了欧盟的一个所谓的一种不疼不痒的装模作样的一个决定。大家都知道，欧洲啊，可以讲是纳粹的发源地，也是共产主义的发源地。准确一点讲，就是讲德国。德国是纳粹的发源地，也是共产主义的发源地。100多年前，纳粹给全球人民带来了灾难深痛的2战和1战。那么，纳粹最终被全球正义的民众把它消灭了以后，
共产主义呢就继承了纳粹的衣钵。可以讲，共产主义在纳粹之后，它兴起了一个更加恶毒的一个吃人的计划。而共产主义到今天近100年来，可以讲对全球很多国家，尤其是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造成了无数的伤痛。而共产主义的死灰复燃，有一天如果在欧洲兴起的话，一定跟默克尔有关，一定跟欧洲有关，一定跟欧盟现在对中共对香港的态度有关。可以讲，欧盟这种装模作样的对香港的制裁，根本就是不疼不痒的。欧盟的外长在13号召开了一个会议，讨论了香港的最新形势。欧盟的外交政策首席代表叫布雷尔，在会上提出一系列的措施，应对香港国安法。We look at the possibilities to further scrutinize export of specific and sensitive technologies to Hong Kong. We assess the implicati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for member states' extradition agreements with Hong Kong and travel advice, and look at possibilities to step up a scholarship for Hong Kong students. And we have also been discussing at the European Union level of the asylum and migration implications of the NSL, including looking at visa possibilities for Hong Kong. 那么这个应对有什么措施呢？也就是限制一部分出口敏感的科技到香港，然后增加一部分香港移民欧洲的签证。人家香港现在没有多少人移民愿意移到你欧洲、你欧盟国家去，更不会愿意到你德国去。可以讲，香港民众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一批民众。这批移民，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在争抢，因为绝大部分大家理解的移民都是那种破破烂烂、逃荒过度，然后身无分文，又没有知识，又没有文化，又野蛮的那种战乱中跑来的，那叫移民。而人家香港移民是什么移民？香港民众基本上都是受过良好教育，家庭殷实，每一家经济独立。人家家家都是既有钱又有文化，又有独立思想，又有正义感的这批民众。可以讲，这750万港人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想抢的民众。为什么五眼联盟国家纷纷打开自己的大门，欢迎香港民众去啊？只有共产党那么愚蠢，共产党那么傻，才把这个最好的一批中华民族的这些民众，这些香港民众，把他们挤出香港去。香港国安法到现在已经快有半个月了。那么白宫，也就是美国政府对香港关于国安法出台以后有哪些制裁措施？首先，美国两院已经通过了香港自治法，这个香港自治法到明天就是满整整的10天了。今天呢，在我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很多预告。预告就是什么呢？预告在今天下午，华盛顿就是美国东部时间5点，川普总统将会在玫瑰园召开有关中国问题的记者招待会，也就是川普总统将在华盛顿下午5点钟的时间亲自出席这个记者会，而且在这个记者会上面，有关中国问题，川普总统将会发表他自己宣布的几项重大措施。那么到我这个节目大家看到的时候，可能差不多就是华盛顿下午时间的5点。所以说，川普总统今天发布的各种措施，要等待明天的节目我才能给大家做出评述。但是有一点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说香港自治法它到明天是最后一天到期，很可能川普总统会不会在今天下午在记者招待会上面，当着所有记者的面，他就把这个香港自治法今天就当场签署了。这种可能性我认为完全可能发生。那会不会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那在今天下午华盛顿时间的5点我们将会看到。那么不管川普总统是不是当场签署有关对香港国安法出台以后，美国对香港这个问题具体对中共的制裁和打击的有关措施，我相信在今天下午记者招待会上面，川普总统会有明确做出。尤其是我们大家关注的，除了对中共高级官员的制裁，还有很多在美国现在已经流传很广的抖音啊、微信啊这一类的中国社交媒体的软件，会不会在今天川普总统也正式做出决定，来对这2类软件给予他一个禁止？这是美国呢出台的一系列对于中共的打击政策。那么这些政策呢，我们要根据今天下午新闻记者招待会之后，我们才能知道它里面的详细详情。因为呢，中共呢可以讲叫变本加厉，他这个国安法通过以后呢，他已经把香港民众过去拥有的自由法治呢，已经完全破坏了。香港民众过去民主权利就不多，在英国统治期间，香港民众是没有太多民主权利的，因为呢，所有香港都是按照英式的民主化来管理，他派出的这些港督都是英国派来的，按照民主制度的方式来管理这香港，所以香港民众呢，他无所谓这个港督还是香港的那些领导人呢，他们要不要选举，由英国人任命就好了。
但是中共他自从收归香港以后，给了香港人民所谓的民主权利，而这种民主权利往往是中共在操纵，也就是说，重要的这个香港的行政长官、重要的立法会会员、香港的各级首脑都由中共政府操纵选举，然后由他们来任命。那么香港人民对这些民主权利呢，感觉到他们的民主在压制，所以他们就在争取他们这种民主权利。过去香港民众他们集会也好，他们结社也好，他们成立政党也好，他们发表各种文章也好，他们有新闻自由。但是现在中共就在打击和破坏他们这种自由。上个礼拜，香港一部分立法会议员搞了一个初选，这个初选有60多万人参加，这完全是民众自发的走上街头去支持他们所想选举的那些代表人民发声的那些议员。就这么一个民主行动，中共现在把他们定为说是违反国安法。林郑月娥更是在一个公开讲话里面明确提出，这60多万上街投票初选的这些民众，他们都涉嫌违反了国安法。你有本事把这60多万人都抓起来嘛？所以说，香港已经到了他们对人民惧怕的程度，到了人民上街选票投选自己的民主意愿时候，他们认为这种行为都是违法了。那么，请问香港还有哪样不是违法的？除了共产党的血腥统治，除了共产党的砍到香港人民头上，除了共产党派出林郑月娥这种共产党的爪牙来压迫香港民众，具体哪样不是违法呢？所以说，国安法通过以后，实际上香港已经是人间地狱，香港人民已经再也没有过去他们在英国统治期间的他们这个自由法治了。所以说，香港人民他们怎么可能不跟你共产党浴血奋斗呢？因为他们要维护他们的权利嘛。香港人民今天权利被共产党的剥夺，就是什么？中共他完全背信弃义，改变了一国两制对中英聯合聲明里面的承諾，對香港750萬民眾的承諾，對全世界人民的承諾。呢一次嘅立法被視為中央與香港特區關係自回歸以嚟最重要嘅發展。我冇諗到會係快刀斬亂麻咁嗱臨咁就通過咗個法案。香港嘅精神已死，香港嘅靈魂已經被取去，香港已經失去咗以往嘅生活方式。通過。即係呢一條唔係法律嚟嘅，呢一個只不過就係政權揾一個藉口，揾一個工具嚟到去打壓佢嘅異見者啫嘛。你不再鬧，不再違法，讓政府覺得靠譜，估計不會再亂來。那我連武警我都不用請，你以為請武警不用錢啊？ Beijing's so-called national security passed on the eve of the 23rd anniversary of the handover of Hong Kong from the UK to China signals the death of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rinciple. It constitutes a clear violation of the autonomy of Hong Kong and a direct threat to the freedoms of its people. We are considering very actively in the proposals that I asked to be brought forward several weeks ago.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provide necessary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o the people of Hong Kong.因此，美国也好，英国也好，全球现在实施对香港的各种打击，都是对中共制裁
对中共违反中英香港联合声明出台这个国安法对中共的一个根本性的打击。中共在这个打击面前，中共是逃不掉的。虽然中共它有很多手段去拉拢世界上各个重要国家、各个重要的幕僚为他说话，但是人心所向，大家都看得清啊。可以讲，共产党他动用了他一切手段。你看，为什么布什家族他为什么始终跟共产党眉来眼去啊？这个老布什开始，老布什跟邓小平两人就是勾兑的，就是老布什纵容的邓小平，对邓小平给予他暗示，你可以杀，你杀了以后我们不计较，我们对你的制裁是装模作样，我们很快和你修好关系。所以邓小平才在天安门广场上面，在64的时候动用坦克车、机关枪，动用正规军对那些和平抗议的北京市民和北京学生大肆屠杀。这以后，老布什马上就跟邓小平两人恢复他们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就是把64这个血债就一笔勾销了。这是老布什。小布什上台以后，继续了他爹跟中共的所有勾兑的这个策略，主要是他布什家族跟中共有大量的利益哇。这不光是人家克林顿啊、奥巴马、卡特啊这一类的民主党的领导人，这共和党领导人老少布什都是这么去做的吧。这个老布什的第3个儿子，小布什的弟弟叫尼尔布什。这个尼尔布什长期混迹在中共，跟中国眉来眼去，跟中国有非常多的勾兑。中共往布什家族通过他这个尼尔布什诉讼了大量的利益。这个尼尔布什在2013年就担任了中国的一个企业中企叫新海义集团非执行主席，而且他一直是跟中国共建中美基金。可以讲，尼尔布什在中共所有的屠杀政策，包括现在在香港国安法，包括中共在香港残暴的镇压香港人，他都是为中共洗地的。所以说，尼尔布什他就代表了布什家族的倾向。为什么布什家族能够煽动他所有的他自己家族能够影响的共和党的这些建制派的大佬，不但是反对川普，而且是支持拜登啊？一个能够支持自己敌方的人，你已经完全错乱了你的立场了。你可以不喜欢川普啊，你可以不支持川普为共和党的候选人啊，你可以推选新的候选人啊。共和党有那么多杰出的精英，共和党有那么多优秀的领袖，蓬佩奥、卢比奥哪一个不是啊？彭斯他们哪一个不是啊？你不可以推荐别人吗？你宁愿放弃推荐别人，你宁愿放弃你自己共和党的立场，去支持民主党拜登这样的候选人，不就是因为拜登是中共选定的海外代理人吗？纳瓦罗在他的这个讲话里面不是明确说过了吗？拜登就是中共的代理人。Joe Biden is the candidat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拜登就是代表着中共在美国来颠覆美国的。可以这样讲，你们选上拜登了，你们就等着美国明天变成跟中国一样。所以说，布什家族为什么那么鼎力的去挺拜登？这就不仅仅是他跟川普有什么个人怨恨、有什么私仇的问题，是违背了共和党党章的立场。可以讲，布什家族非常可耻。这也就是布什老布什的第3个儿子，现在小布什的弟弟这个尼尔布什跟中共勾结的每一个证据，都可以显示中共通过布什家族已经颠覆了白宫。因此，白宫的这些共和党建制大佬们要认清布什家族跟中共的这个勾兑。可以讲，美国如果今天不防止中共在美国高层对各个家族的颠覆，最终美国有一天就会演变成跟中共一样的共产主义国家。这个所谓黑命贵的黑人运动已经给美国人上了血的一课。如果你们现在还不从这个共产主义恐怖组织安提法所操纵的这个黑命贵运动中吸取教训的话，那么美国的民主制度将会被共产党通过全方位的把它颠覆。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